里斯本的情人，作者洪恒。我和妹妹一直想去里斯本，她想去找一个情人，我也是。我一直在帮她物色对象，好让她摆脱她那无可救药的男友 P。上次我和前女友去宜兰玩，遇到的民宿主人是个温文尔雅的男子，细心有气质，看他摆出来的书和 CD 就知道，而且应该不是 gay。 回来我就跟妹妹讲，妹妹也答应着要去看看，却终究没有成行。我跟妹妹帮彼此找对象由来已久，她不时叫我去看她的这个同学那个朋友，我却总觉得像肚子饿的时候闯进精品服饰店，完全无心欣赏。我想妹妹是在跟我闹着玩的，反而她有个同事我见过2次，还颇欣赏那女孩的坦率，叫妹妹帮我引个线，她却死都不肯，还嚷嚷：你怎么会喜欢那种女生？我看不起你！简直莫名其妙，是谁在找对象啊？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她的男友 P 也称赞过那个女生。妹妹在嫉妒，所以我们想去里斯本。这念头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床上想出来的。一来里斯本我们都没去过，二来那里有电车，三来那里有听发抖的夜店，可以泡很久。电车和夜店都是有机会遇见对象的好场合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都不会讲葡萄牙文，我会讲一点法文，他会讲一点意大利文，这样和里斯本的情人沟通就更能使用肢体语汇了。即使我和妹妹终于上了床，那也不代表什么。她太悲惨，我太寂寞啊。我的状况就别提了。总之我已经历了4个月的空窗期。之前为了一个很帅气的女孩离开我的前女友，但很快地我就被重重摔在地上。然后我尽速找到另一个帅气的女孩，但是追求一直没有结果。他们3个都是很情绪化的人，会没来由地陷入沮丧。我想我也许特别容易对沮丧的女孩情不自禁，或许是出于自以为能拯救他们的英雄幻觉，但是他们都不如妹妹疯狂，这是我到后来才知道的事。在我也终于陷入沮丧的时候，我和妹妹上了床，彼此都没有太惊讶。虽然2人对这件事从没有过预期，至少我没有。妹妹从来不是我会喜欢的那种女生，她太女性化，也许是因为我其实喜欢当女生。即使上了床，我还是想帮妹妹介绍男朋友，这代表我对她并不认真。不，其实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她哥哥。妹妹的运气实在糟透了。多年前她爱上一位老师，那个人已有妻儿，而且幸福美满。妹妹为了他而学开车，就是为了可以去载他回家，争取多一点相处的时间。后来她又爱上了艺术工作者 P， 许久之后才发现 P 一直有另一个女友。P 承诺会离开那个女人，但是这件事始终没有发生。妹妹开始去看医生，不吃药无法入眠。妹妹是那种为男人活的女人，她可以为他料理任何生活琐事，长久等待，什么都不做的就只是等，荒废所有她自己的工作，在所不惜。家人一直都以为妹妹工作很忙，谁知道她是忙着为男友牺牲奉献。
上了床之后，我把妹妹带回我住的地方待了1个月，想要让她开心。就是这时候，我们决定要去里斯本。妹妹对自己的平胸超级自卑，只有继续做爱能让她暂时恢复自信。于是我们继续，然后我开始发现自己还蛮喜欢跟妹妹共处一室的日子。当我忙的时候，她真的可以完全消失，即使她就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，看着无声的电视球赛。在去得成里斯本之前，我问妹妹要不要先去垦丁跨年，一群朋友约了我。她一听就哭了，原来 P 从来就不会跟她共度任何节日，每次她提出要求， P 都很不耐烦，说他有公事或要跟朋友聚餐打麻将云云。然而后来他发现，其实 P 是跟那个女人一起过节。妹妹居然有办法查到那女人电话，不时写简讯揭发 P 的谎言，或是彼此炫耀跟 P 有多亲密。但是看完对方的简讯，妹妹必然又要吃药才能平复，那让她每天睡得跟动物园里无聊等死的动物一样多。妹妹终于决定要跟 P 分手，令她最气愤的是 P 居然没有挽留。妹妹痛苦极了，我必须不断劝阻妹妹打电话骂她、质问她的冲动。但我也知道，其实死缠烂打是解决感情问题的最佳药方。就像繁琐的葬礼可以转移我们对死别的痛苦一样，把舍不得的感情扯烂到彼此都十分难堪的地步，才能终于放下。那阵子每天一回家看到妹妹不是在倒头大睡就是精神萎靡，我知道妹妹又吃药或是又哭过了，起因当然是她跟 P 或那女人又联络了。我的劝解安慰根本派不上用场。就在这个关头，我的爱的潜能和被虐倾向被完全激发出来。我向妹妹开口求婚。妹妹以为我在开玩笑，我也以为。离过2次婚的我患有婚姻恐惧的不治之症，但是接下来我发现自己是认真的。但长年以来我的感情波折，妹妹都看在眼里，她会相信我才怪。出发到垦丁的前一天，我准备回家时接到一通简讯，妹妹在医院。她不让我去看她，我仍然直接赶过去。她一个人躺在急诊室吊点滴，服药过量， P 去把她带来送医的。也许我不该跟妹妹求婚，也许那让她想起 P 从没有跟她求过婚。妹妹无名指上还有一个戒指图样的刺青，当然是从前为 P 刺的。这次我真的生气了。在我表明愿意和他永远在一起之后，妹妹在我家为另一个男人寻短，还让他到我家接她。我甚至觉得自己中了妹妹的圈套，她只是利用我的寂寞诱惑我，希望让 P 亲眼看到她也可以交其他的男友。我在急诊室想到自己居然笨到陪妹妹演了这么一场戏，于是掉头就走，把她留在医院里。我知道有人会去接她的。那天晚上，
我跟原本要搭我便车去垦丁的朋友致歉，说我又失恋了，无心玩了，不想让大家扫兴，所以还是不去了。朋友纷纷安慰我，还说去的多半也是单身，刚好可以一起散心。我才不想跟一票同样寂寞的人苦中作乐呢。少年时度过多少这样的时光，现在我只想自己舔自己的伤口。妹妹在深夜回到我家，来拿她家的钥匙，她送急诊时忘了带，我请她顺便把衣物全都带走。她什么都没说，摇晃着药力未退的身躯，拖着3个大袋子，沉重地走出我的家门。第二天，我接到妹妹的简讯：我死了，你会开心点吗？这有如伤口撒盐，我更痛且怒。妹妹也把我当屁一样耍弄吗？我立刻回复说：你要死，去死在屁的门口，不要拖我下水。那一整晚我不知如何度过的，我没有睡，但也没有醒。我想着该去死的应该是我，才可以不必面对这一切热情落空的巨大寂寞。隔天晚上，我在看着一部关于西藏的纪录片，导演没有拍到西藏，因为当时在震爆期间，中共禁止任何媒体入藏采访，就像以色列此刻轰炸加萨时的作为一样。我觉得自己不该死了，该死的是那些丧尽天良的政客。看到一半电话响了，一个腼腆的妇人声音告诉我，妹妹昨晚在房间烧炭自杀，送进医院时状况垂危。她原来是玩真的。我赶过去时，妹妹刚从加护病房被送出来，气息微弱，浑身都是炭味。其实还蛮香的。这一次，她是因为失去我的爱而自杀。我答应我会守候着她，等她被浓烟引发的肺炎痊愈，等她体内的一氧化碳排清，等她的微笑复原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去里斯本。我要好好做她的里斯本情人。きっと夜はすべてを知っているので、うなずくだけで微笑むのでしょう。嵐のような静けさにいて、二人